我天生异瞳，能看人过去未来。自小我在侯府当下人，侯爷喜欢我，将我认作义女，小姐也待我如姐妹。她抛绣球那日，迟疑不决问我告诉她选那个落魄书生。小姐恼怒，当众扇肿了我的脸，然后挑走了侯爷给我选的芊芊世家公子。原来她从不喜欢我，固执认为我的未婚夫才是最好的。她从不知，我早就看见那芊芊公子腐烂的过去，也一早就看见他一片漆黑的未来。徐颖那一巴掌落在我的脸上时，力道很重，我的脸歪了过去，只觉得唇角肿胀，铁锈般的血腥味蔓延开来，脑海有一瞬间的空白。台下等着接绣球的男子熙熙攘攘成群，徐颖和我退至角落遮蔽处，似乎无人见到他这一巴掌，直到他的声音再次在我的耳边萦绕，带着嘲讽讥诮。妹妹，你以为我信你说的吗？你让我选那落魄书生，你说他未来会荣华富贵，这样的鬼话你不妨骗骗自己得了。我看向他，这些年来我父亲待你和你那死去的母亲还不够好吗？要吃有吃，要穿有穿，有哪个下人能有这样的待遇？说实在的，我父亲是昏了头才会认你做义女。我没反驳你，就真把自己当府中小姐了是不是？实话同你说，打从第一天看见你我就讨厌你，有时候我不得不怀疑你母亲的死是不是也是你一手策划的？你想博得我父亲的怜悯同情，认你做义女是不是？我看着他越发恼怒的神色，才恍然醒悟，他这么多年来和我的姐妹情深，想来是装得十分辛苦的。玉儿胡闹！侯爷闻声赶来，好好的不抛绣球，你和妹妹在吵闹些什么？妹妹两字似乎刺痛了徐颖，她尖叫起来。她不是我妹妹！爹，你知道她方才说什么？她要让我选的穷书生，还说她是那些人里面最好的。我早就知道她一直都记恨我，是不是？她就恨不得我下嫁去过穷苦日子。好妹妹，你倒是说话！我看见的就是这样，那落魄书生，他会荣华富贵，安享于人生。你妹妹能看人未来，你信她的不会有错的。信她，我就不明白了。爹，你怎就这么信他，却不肯听我说？他要是真能那么准确预知未来，自然就该趋吉避风。他娘会那样早死惨死吗？他这一巴掌却是侯爷落在他脸上的。希儿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徐颖捂着脸，不可思议地看着侯爷，而他说出口的最后一句话，却如回转的流风，在我脑海中吹荡。我第一次发现自己能看人过去未来，是在5岁时候。那时病重，我就看见我的生父会将我扔出家门去。不过几日，他果然将我弃至荒山，并威胁我娘不许找我。阿娘不忍，终究还是离了家，蹒跚跋涉着山路找到我，在昏暗的天色之中，流着泪将我抱入怀中。后来我娘亲改嫁，嫁给一个屠夫。她改嫁那日，我拉着她的手，摇头劝阻。屠夫的前妻便是在他毒打之下死去的，并非死于意外。可阿娘不听，她揉着我的脑袋说：“她不会的，娘喜欢她。”直到2年后，我被屠夫毒打，娘亲终于带着我逃离了屠夫家。后来我娘还再嫁过一次，可惜那温柔书生很快便死了。阿娘茫然无助时，我同她说：“娘去徐府家当下人，娘亲的未来会安然无恙，丰衣足食的。”只是后来阿娘死了，她死之后，侯爷怜我孤苦无依，又向来喜爱我，便认我做义女。多年来，他让我在府中读书认字，做府中小姐徐颖的伴读，一切食宿和徐颖并没有什么不同。爹，我有说错吗？你老是口口声声说他好，说他帮了咱府是恩人，恩在哪里？我怎就不曾看见？你说他能逆天改命，如若真是如此，他娘亲是怎么死的？我偏就不信了，都是爹你糊涂了才信他的鬼话连篇。他红着眼狠狠剜了我一眼，转身跑走了。侯爷气得手直哆嗦，回头对我说：“是我纵容他惯了，如今才这般飞扬跋扈。蝶儿，你切莫往心里去。”我放下手。侯爷言重了。这些年来，侯爷唤我做女儿，我却也从不敢真叫父亲。就如徐颖叫我妹妹，我也只敢称她小姐。我已经很知足了。我本来想着要给小姐挑个最好的夫君。我走下台阶时，忽然有一块青色手帕递到我面前。我抬头，见是那落魄书生，长得眉眼清俊，神色却一点也不落魄，点着丝缕细笑。这样走路白天也会吓着人。我定定看他片刻，接过了手帕。多谢。我擦拭了嘴角的血迹，还没走进院子里，徐颖厢房中的嘈杂声已传出。小姐，你都1日没吃饭了，吃点东西吧，老爷夫人可愁了。我相中荣玉了，我就喜欢他。我吃不下饭。原来徐颖自从回府就固执吵闹着要嫁给荣玉。荣玉是世家贵公子，外表谦和儒雅，原本是今早在看台之上，侯爷觉得他不错，想为我定下的。我提了提唇角，他还是始终不信我。他不信我能看人未来，也不知我能看人过去。那芊芊公子过往从不像他表面这样光鲜亮丽。无论怎么说，花蝶始终不过下人。你将她认作义女以为过了，怎么如今还为她来惹得一而不快？哼！
不就是想要荣誉吗？咱颖儿难不成只配挑选花蝶剩下的男儿不成？再这么饿下去，伤了身子可怎么办？夫君，你倒是想清楚才是。可今早我已同蝶儿说过了，说好的要将荣誉选给他的，又怎能出尔反尔？我进门的脚步声引起了夫人注意。你且看莹儿如今怎么样了？但凡有点良心，也该念念我们侯府白白养了你多少年，你还要和你的小主子争？小姐喜欢荣誉，我自然是不敢争的。夫人欣喜地推了推侯爷，姐儿，快点出来，荣公子可归你了。我垂眸不语，轻轻扯了扯唇角。徐颖呀徐颖，我该说的说了，该还的恩，这些年来也还够了。我本想再替你一次，去接受晦暗的未来。可你既然要自己选择，那未来穷途末路之时，也休要怪我了。徐颖最终还是如愿嫁给了荣誉。出嫁当天，她让我伺候她梳洗。妹妹既然说那书生未来好，我便和爹说了，让你嫁给他如何？好保你未来也跟着荣华富贵。她的语气倒是柔和，唇角的那缕讥诮却始终没下去过。我慢腾腾帮她最后一次打理完长发。小姐有心了。徐颖嗤笑一声，她看我自食恶果，十分高兴。我微微扬眉。自从徐颖选中了荣誉后，侯爷也问过我还有没有心目之人，我随口就说了那书生。侯爷特地和我说，我让人查过了，那书生名唤林风雀。侯爷迟疑的目光中，我知道他想说那书生家境较差。我谢过了侯爷，他便好。徐颖出嫁后不久，我也嫁给了林风雀。他住的宅子自然不比侯府小得多了。我知他过去因为家境贫寒，迟迟未娶。虽然他娘亲着急，他自己却未曾在意过姻缘。上次他去看徐颖抛绣球，也不过恰巧路过。成亲当晚，婚房内烛火暖意融融，将他轮廓分明的眉眼映照得十分深邃。他掀起我的红盖头，笑吟吟地看我良久。为什么选我？我也抬头看他，你觉得呢？他摇摇头。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你好像并不喜欢我。我没否认，笑了笑。只见过一面，要谈喜欢，是不是也有些虚妄了？夜半时分，我昏昏睡去，隐隐觉得他轻轻捏了下我的脸，嘀咕道：可我第一眼就蛮喜欢你的。我和林风雀的日子安稳平淡的过着，因自小侯爷也让先生教我的字画都不错。闲来无事时，我便绘画写字，倒也卖得不错。我没有去探听徐颖的消息，却在接下来的1年里没少偶遇到她。刚嫁过去的数月里，荣誉似乎待她不错，偶然狭路相逢，她总是带着得意洋洋的挑衅看着我。不久之后，我和林风雀走在街头时，她看见了一根好看的发簪，便问我喜不喜欢。她为我戴在发上，打量了会儿，真衬你。一旁徐颖拉着荣誉也在看摊子。阿颖，你选好了没有？就这些簪子有什么好看的？你若是喜欢我，让人送一盒子到府上去，任你挑还不成吗？徐颖攥紧了手中一只玉簪子，越过荣誉肩头看向我时，眸底泛起丝缕冷冷涟漪。第二次碰见他，已是侯爷思念我们，让我和徐颖回府里聚聚。林风雀和我也一道去了一趟侯府。徐颖和荣誉坐在一旁，侯爷问他近来如何时，他的笑容总带着几分僵硬。挺好的，爹。后来到了院子里赏花时，天下了小雪，林风雀为我向府中丫鬟借了件斗篷披上。还冷吗？我愣了下，摇头，不冷了。都说了我不想来了，你非要我一块来。瞧这天又下雪了，你都不记得给我多带件衣裳来，真的是。就和我来一趟，你都要这么不情不愿吗？我刚嫁过去时你怎么对我许诺的？这才过了多久，你便都忘记了？我才求过你多少件事，你就要这般计较？你一个男子冷，怎就没问过我冷不冷？好啊，你这么怕冻死，你就走啊，你出去啊，留我一个人待在这里不就行了吗？荣誉兴许被他吓到了，又开始软声红起来。阿颖，是我错了，别恼了好不好？我该死，我该死。我又在府里待坐了会儿后，准备离开时，荣誉祖传的那个玉镯子不见了，怕是让人偷去了。夫人一听也急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立刻给我搜！徐颖朝我瞥了过来，那一眼我就看见他过去1个时辰在和荣誉商量什么。从前他就不喜欢我，如今似乎越发厌恶我了。尤其是当看见林风雀总肯陪在我身边时，我转身要朝门外走。站住！除了希儿，谁都得搜身。门口处突然跑进一人来，和我迎面撞上。哎呦！却是荣誉叫了一声，他揉了揉下巴，低头看向我，似乎第一次细细看清我的模样。他的眼底有什么贪婪的亮光一闪而过。花蝶，他仿佛忘了徐颖还在看着这边，凑近一步还想再和我搭话。林风却倏然从一旁走过，不着痕迹地将我拉开，也仿佛没看见荣誉一样。阿蝶，还冷吗？手都是凉的。我将目光从荣誉急切的脸上移开，徐颖脸色更加难看了。我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。荣誉为人表面谦和，一派君子模样，可他的过往竟是流连在烟花柳巷之中，纵情声色犬马。他对内暴躁蛮横，荣父不知用了多少努力，才替他摆平他整出来的一堆又一堆烂摊子。虽然荣誉擅长掩饰，但徐颖这半年来大概也有所察觉了。侯爷只知我似乎能看人未来，却不知道我看见每个人的未来往往并不只有一个，他们在关键时刻的选择，一念之间就可能变成另外一个未来。比如徐颖，我看见她出嫁后的2个未来，她若是选择了林风雀，那么即便一生中林风雀待她都难以情意绵绵，
但林峰却是个重义之人，结发夫妻之后，再不会有其他风流韵事。可他选择了荣誉，却定会一生因他而乌烟瘴气。我也看见荣誉的未来。如若他是和我成亲，婚后不久也必然会喜欢上徐颖。他和徐颖成亲，那就会贪恋我。他总是遗憾不甘那个未曾嫁给他的女子，哪怕这1年来我都在尽力避免和他碰面，这一刻仍旧不可避免。夫人，姑爷的玉镯找到了。徐颖手中还端着茶杯，惊愕地看着在草丛中被找到的玉佩，一句话脱口而出：怎么可能在那儿？意识到自己说错话，他又连忙掩饰地低头喝茶。侯烈责怪道：闹哄哄的，至于这么大动静吗？我轻轻扯了扯唇角，当然他觉得不该在那儿，应该在我兜里才对。下午他和荣誉吵架后，和我擦肩而过时，我就已察觉他朝我兜里塞了东西，哪怕动静很小。我看向他眼底，见到他1刻钟前跟荣誉要走了玉佩，他对我的怨气越来越重了。哪怕只是他父亲认我做义女，如今我已不住在府上，他都想借机让侯爷和我彻底恩断义绝。那日过后，荣誉时常有事没事借机登门拜访，都是我爹特地人从外头买来的，风味可不一般，我带下来给你和风雀尝尝。明儿是我祖母70大寿，蝶妹得空一块过来吗？听闻蝶妹字画极好，我书房上的匾额看得腻了，近来想写新的上去，无奈整个大院里找不出写的让我满意的，不知蝶妹肯赏脸写几个字否？他一口一个蝶妹的喊，我听得实在烦躁，又不愿得罪荣家，时常随意将他打发走了。每当这时候，林峰却总会坐在一旁石桌处，轻哼着鼻子，酸溜溜道：蝶妹，你肯赏个脸，给你夫君们也为我画一幅画成不？好。他这才得意洋洋笑开，可徐颖却没那么高兴了。荣誉总往我这边跑的事，他终究还是知道了。他不顾烈日跑来找我时，阴沉着脸道：花蝶，你可别太过分了！荣誉成日往你这儿跑，你不嫌丢人吗？你能安守点本分吗？我诧异看着他，小姐管不好他，怎的反倒来怪我？我本想上荣家控诉他成日扰得我家宅不安，只是念在小姐面子上，才没过去的。徐颖死死瞪着我，他消瘦了许多，眼里的光也不如他从前清透明亮，越发透露出丝缕癫狂和阴狠来。少胡言乱语了！我就知道当年不该让你进府里来。你成日里装模作样的讨好我们侯府，总算是骗得我爹认你做义女，你还不知足！他讽刺地往里看了看我那朴素的宅子，住的可真是好大院子嘛！想必那些金银珠宝都堆在屋里了，没好拿出来晾晒晾晒。妹妹真是嫁的好人家，可真够荣华富贵的呢。他吼了一声，又怒气冲冲离开了。托他吉言，次年林峰雀便高中了状元。对于这一消息，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惊诧的，依旧该吃吃，该喝喝。直到一份太后寿辰的请帖不期而至，侯爷照旧是收到请帖的。荣誉家世虽比不上侯府，但今年却也意外收到请帖。即将进宫前，荣誉还特地跑来，坐在马车之上，一派从容，谦雅地问我：蝶妹可有顾上马车？我瞧这天色也晚了，我这马车里尚有空位。我朝不远处雇来的那辆马车招手，在这儿，然后才扭头看他。不必了。荣誉神色难掩失落，他对我的记忆似乎一直停留在我那简朴的房屋里。荣誉，徐颖的声音从后传来，他让马夫赶着车过来。掀起帘子时，我本以为他又要气恼了，却很意外的和气对我笑。妹妹听闻林公子高中，恭喜了。他一反常态的柔声柔气和我说话，跟我介绍那位是谁，那位又是谁。直到夜宴快进入尾声时，徐颖贪杯多喝了几杯。你出身低贱，凭什么过得比我好？凭什么？你自小就比我聪明，父亲夸你的次数比我还多，你本来应该样样都不如我的。不过还好，今日过后你也该和我一样了。他伏在我的耳边笑着说：妹妹，你没发现状元郎不见了吗？我环顾四周，果真见不到林峰雀身影。我眨了下眼睛，拿起一块糕点继续吃。瞧你这惺惺作态的，从小到大都一派处事不惊的模样。他打了个酒嗝，说：也许以后你都见不到状元郎了呢，你就不好奇他到哪儿去了吗？有半个时辰了吧？以小公主主的手段，能不能活下来也好奇。这样的未来，你看见了吗，花蝶？我看见了，不仅看见未来，还看见他2个时辰前的过去。皇帝十分偏宠他，出了事便用他年纪尚小，以及因幼年丧母过于伤心，故举止有些失常，来掩盖过去。宫里的人见到小公主，总是能绕道走就绕道。徐颖是他为数不多喜欢的，所以当他向小公主哭诉，编出林峰雀是如何待他不好的鬼话来时，小公主盛怒之极，几乎不需猜测，我就知道林峰雀大概是被小公主让人强带走了。可我一点都不担心。徐颖有些困倦了，她摇摇晃晃靠在椅背上。我低声道：你知道为什么之前我就说让你选他吗？这些年来，我看见过许多人的未来，可能有2个、3个未来方向，唯有林峰雀，我看见他无论选择什么路、什么方向，哪怕过程再多起伏，始终只会到达一个未来，那便是荣华富贵、安度晚年。
前年那批等绣球的人里，他的确是最好的。我告诉徐颖的，从未骗过他。徐颖不知听见没有，手中还抓着一只精巧酒杯，微微眯眼，眸色泛着迷离醉意。我起身去解手，在半路时，我听见有窸窣声，下意识往一棵苍玉大树后躲去。一排宫女手执莹莹发光的宫灯，正缓步朝前走去。我看见人群中的长公主，以及她让太监照料着的凌风雀。她的身上满是道道鞭伤，但看着伤势倒也不算重。不知是否错觉，凌风雀似乎朝我这边望了一眼。我继续往前走，去解手后出来时，没走2步，突然跑过来几个太监，力气极大，捂住我的口鼻，逮着我往后拖去。我没出声，直到在昏暗的僻静处看见神色跋扈的小公主。你就是花蝶。不待我回答，她已狠狠甩了我一巴掌，不过没甩准，只是擦蹭过了嘴角。小公主越发恼怒，徐姐姐说你狡猾，果真狡猾，你还敢躲？她又要一巴掌甩下来时，我喊住了她。小公主，兴许是我的语气没有她预想中的惊慌失措。你说什么我都不会饶过你的。我问，公主就这般相信徐颖说的话？小公主冷哼一声，徐姐姐待我最好了，旁人都不肯接近我，只有徐姐姐第一次见面就递给我好吃的。我不信她，难不成信你？难不成她就不曾欺骗你？她不会骗我的，你想害徐姐姐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比如那条根本没丢失的翡翠枪金绫罗吗？小公主恶狠狠抓过来的手僵住了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可徐姐姐说过不小心把它弄丢了。她喜欢的那条绫罗正戴在她的脖子上呢。我不信你骗我！小公主嚷嚷起来，可那只手却失去了力气，无力地耷拉下来。不会的，徐姐姐说过，她不会骗我的，她怎么敢骗我？徐颖被小公主让人带过来时，她似乎还没清醒过来。看见小公主时，她照旧笑了笑。今日可真好看，徐姐姐今日也格外好看嘞。只是今日姐姐怎的不穿之前那身紫裙了呢？那身已是数月前穿的了。是啊，是呀，我记得，自然记得。那日姐姐还戴了一条好看的绫罗。是了，那天我还戴了。小公主想必是记错了，没有带什么，也没有带着的。小公主走到她面前，伸手猛地拽下徐颖隐匿在衣领下的璎珞，叮当脆响，彻底落入小公主手中。徐颖脸色煞白，我那么相信你，你真的骗我！我静静看着这一幕，心底了然。小公主站在原地，红着眼眶，眼泪落得不比徐颖少，一声声哽咽着呢喃，满是孩童似的偏执与落寞。我就知道没有人喜欢我，一个个装着喜欢我，世界上躲着我。我以为你不像他们，原来你也是一样的。呼声伴随着徐颖的啜泣一同传来，侯爷和夫人以及长公主大概是发现了异常，也匆匆赶了过来。长公主呵斥道：“阿婵，别胡闹！”她让下人拦住了小公主。小公主扔掉了长鞭，背过众人，用哆嗦着的手一遍遍擦掉扑簌簌掉的眼泪。侯爷和夫人连忙大步走上前去，扶起了身上道道鞭伤的徐颖。其实小公主没下重手，落在她身上的鞭子总是泄了几分力道。我默不作声往回走，在一个拐角处，突然横伸出一只手拦住我的去路。我扭头，是凌风雀靠在墙上，他定定看着我，片刻才笑：“阿蝶，你是不是能看见什么？看见什么？比如什么人的过去或者未来之类的？”我沉默片刻，才说：“你刚才一直在这看着。”他伸出拇指，轻轻点了下我微肿的嘴角。是啊，干站着看你挨打。你撒谎，你到的时候只来得及听见巴掌声。他的眼睛在月色中清亮透彻，看着我良久，才皱着眉头冷哼一声。所以你分明知道我在挨打，你就不担心我会不会丧命？我知道你不会有事的。林峰却长长叹出一口气，有几分咬牙切齿又无可奈何。他揽过我，阿蝶，你有时候真是好生无情。如果你猜错了，我真的死了呢？让我猜猜，你这么没良心，会不会在我坟前起舞祝贺？他提到死时，我微微皱了下眉头。我不会在你坟前祝贺的。什么？我给你牵一头驴过来，你不是觉得驴叫声很有趣吗？林峰却笑弯了腰。回去的路上，徐颖一路都在向侯爷夫人哭诉我的不是。当年他和他娘进府时，我就觉得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如今可还好养了头白眼狼，冷眼在旁看着。这天下还有这样忘恩负义之人，若不是咱及时赶去，不知颖儿还能不能活着。侯爷叹气：“莫要再说了，他究竟做了些什么，他却不肯说出来。”虽然一路上侯爷总会为我说上几句，却始终没再回头看我一眼。我知道他大概是失望了。侯爷总是一个喜欢和和睦睦的人，无论我和徐颖之间有什么他所不知的过节，他总希望我们能用更好的方式解决，而不是闹得最终伤痕累累。我下马车时，徐颖也下了马车。你若是今后再来招惹荣玉，我可不会像今日这样善罢甘休。你若是有空，不如倒是再留心一下
他最近是准备去畅春楼呢，还是迎香楼？徐颖蓦地睁大眼，涨红了脸。胡说八道够了没有？你别再一副什么都看见了的样子，烦不烦人？他又气呼呼走了。后面的大半年里，荣玉已是没再找我了。当然，他毕竟是个见异思迁的浪荡公子，新欢自然是一个接着一个。我和徐颖也只见过一次面。那次见面很匆匆，我刚好坐着马车从他府前经过，恰巧见到荣玉懒洋洋地带着个青楼歌妓要进门。徐颖眼底有泪和火在蔓延，她拦着不让进去。荣玉的脸色很难看，徐颖的脸色也很难看。自她嫁后不过2年，她憔悴了许多。我看见那歌妓娇柔柔地倚靠在荣玉身上，我路过时，歌妓恰好回头看了我一眼，一张巴掌大的小脸如花似玉。不等徐颖抬头看我，我便匆匆放下了帷幔。之后但凡在路上远远的瞧见，我总是避着徐颖走。有几回，徐颖似乎看见了我，还没等她走过来，我就绕道引入了茫茫人海中。数日之后，我私下将那歌妓邀约到了家中来。那歌妓一副爱理不理的神态。姑娘请我至此，有何贵干？显然，荣玉终究是将她纳为了妾。我拿起一杯茶，开门见山：离开荣家，有多远走多远。歌妓嗤笑一声。又是徐颖派你来的，这回又要做什么？想威逼利诱我？利诱没有，威逼倒是真的。我放下茶杯，你快把荣玉暗藏在侯府中的那些书信即刻拿走的为好。还有，今后不许再怂恿荣玉拉侯府下水。歌妓抠指甲的手僵住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那些和三皇子有关的书信，如今天子已老，朝中一派支持太子，一派支持三皇子。荣玉自以为聪明绝顶，站了三皇子的对立。那歌妓亦是三皇子那边的人，时刻怂恿荣玉把不参与斗争的侯爷拉下水。若是有侯府支持，以侯爷在朝中声望，荣玉自然觉得胜算大得多，便暗暗在侯府藏了好些三皇子的物件书信，只等着时机到了，将侯爷也拉下水去。荣玉自然不会看到未来在夺嫡中三皇子惨败收场的结局。前段时间路过侯府，一眼看见那歌妓时，我已看见了他过往的一切。我不知道你在胡说些什么，什么三皇子的？歌姬又按了下指甲，动作却僵硬许多。她站起身来，我回去了，别再扰我清静。我也放下茶杯，你走就好了，反正我也不会告诉小公主，为什么当年她喜欢的那个齐家小少子，突然就不再接近她了。只怪小公主眼拙是吗？她喜欢的人，最终都不喜欢她。听说小世子好像是被一个歌妓勾走了魂儿呢。再次见到徐颖时，已又过了半年。街上相逢时，徐颖比从前看起来更苍白了。荣玉不复从前谦谦公子模样，眼底透的光宛如才老，既高兴又恼怒。他那神态，仿佛看见自己未来升迁、位居高官的场景。可他又在和徐颖争吵。是你将阿月赶走的，是不是？不然他怎么就一声不吭的走了？徐颖的脸上有些许淤青，我几乎不需看就猜出发生了什么。有时候我挺难想象的，徐颖这样自小倨傲的人，会在这样一段腐烂的姻缘中这般纠结迟疑。他似乎从没向侯爷抱怨过一句荣誉的不是，不知是他不想侯爷担忧，还是他的高傲不许他承认这段失败，或是因他那注定好的阴沉未来困住了他。徐颖主动来找我时，我有些出乎意料，又觉得情理之中。天下着大雨，他也没撑伞，沉闷地敲着门。下人开门时，他走了进来，环顾如今焕然一新的院子一眼，一如既往嘲讽几句。现在果真是富贵荣华了呢，住的好大院子，不知你打扫起来还费劲不费劲？有事？徐颖走过来，径直坐在我面前。你不是能看人未来，还需要我说吗？白白浪费力气。想来是我记差了，好像从前有谁和我说，什么看见未来的都是骗人的鬼话。行了行了，我的未来怎么样？一段时日不见，就连脖子上他都多了被勒出来的淤伤。我收回目光，这可不像求人的态度。徐颖狠狠瞪我，求你了！只是如今眼里没有光，瞪起人来也不显得那么凶了。一个是你可以即刻和他和离，之后哪怕你此生的姻缘都不顺，却也能轻松安度一生。他如今疯了，他偏要掺和进三皇子那些势力，还说什么一个未来还有别的选择。另一个，你若继续下去，今后他被抄家时，你自然也会被跟着拖累，受千里流放之苦。还有什么？我顿了下，没有了。徐颖沉默片刻，站起身来，离开前突然问：爹说我小时候你救过我，为什么没告诉我？我的确也算救过他的命。自从9岁那年，我踏进府里，一眼就看见徐颖命运多舛的未来。他的许多未来分岔口都通向生死攸关。第一次
他因贪玩跑去田野，掉入枯井中，是我早遇见而告知了侯爷，侯爷才及时让人救了他出来。第二次，徐颖12岁时生了一场重病，请的大夫都治不好，是我告诉侯爷往哪个方向赶马去找，就能遇到良医，这才救回了他一命。为什么不让侯爷告诉我？你想装着学什么游侠救世，然后不留名吗？因为原本不打算救你，如果不是看在侯爷面子上，7岁那年，我母亲再嫁给了屠夫。那时，我其实看见2个未来，一个是我经常遭到屠夫的殴打，一个是阿娘被屠夫打死。于是我选择了第一个。后来阿娘又改嫁，她选择一个温柔书生，那书生其实并未死，他只给阿娘留下一封信，说自己病重了，不想见阿娘伤心，就自己走了。只有我看见他一次赶考途中，和青州一户千金小姐结缔了良缘，等着入赘那户人家。我没告诉阿娘，只让阿娘去侯府。我想，只要阿娘这一生都不再去找那书生，她就会安然无恙度过一生的。可后来阿娘偷偷找寻书生去了，也不知是何等的缘分，竟让她找到了。见到书生已另有佳人，她悲愤之下自尽了。我失去了唯一的亲人。那时，当我见徐颖2次性命垂危时，我知道自己脑海中有妖魔在低吟，我知道，也能看见，只要徐颖死了，未来的侯爷会待我越发好，宛如亲生。也看见夫人因痛失爱女，悲伤之余，便把在某种程度上和徐颖有几分相似的我也悉心照料。我贪慕所有难能可贵的亲情，我迟疑了，可想到侯爷伤心欲绝的神态，我觉得同样不好受，这才搭救了他一把。我看见徐颖的未来总是漆黑一片，实际上我也看见我自己大片大片灰蒙蒙的未来。徐颖离开后，林峰却慢悠悠放下书。阿蝶，你其实还有话没说完，是不是？林峰却看人的眼光一向毒辣，他知我没有说完全部。的确，3个月后，徐颖自缢的消息传开来，这似乎还并不是最令人震惊的，因为荣玉也死了，被徐颖带走了。他死在一个大雪天，那个他又带了青楼继子回来的那天。得知这个消息时，林峰却问我：阿蝶，我的确有些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你也告诉了他的未来，他仍旧要选这条路？的确，那天徐颖来找我，我没告诉他，这是我看见他的第3个未来，却是最有可能的一个。没有什么好奇怪的。我慢慢合上书本，就像许多人知道少懒惰些，少做些荒废日子的无意义事情，生活总能更理想些。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。同样，哪怕看见未来哪条路更好，也不见得最终会走上那条路。这么多年来，我看见了许许多多人的过往和未来，也有不少人问过我未来，只是大多数时候，那些人的选择和过去并没有什么不同。徐颖自缢之后，夫人和侯爷像是突然苍老了10岁。我抿着唇看着他们，说不出心里什么感受。要说我很憎恨徐颖吧，似乎也达不到那样的程度。可能是因为我和他过往相处的10余年，哪怕他心底不喜欢我，表面上也装得和和睦睦，好吃好喝也分我一份，以至于回想起儿时和少年那会儿，我竟然想不起他什么时候切切实实虐待过我。可要说喜欢他吧，那又怎么也谈不上，毕竟彻底撕破脸后的那段日子也确实挺难看。后来我回府时，收到一封徐颖让下人留给我的信，我拿着它迟疑了好一会儿，才纠结地打开了它。满满5页的信，果然不出我的预料，前4页都是在骂我的，无非就是那些他说了几百次的话，什么你不过下人出身，你是踩了狗屎运，我从不想把你当妹妹。我囫囵吞枣略过前4页，终于看到最后1页的话：如果我死了，爹娘想必很伤心，当然了，如果死的是你，他们肯定不伤心。我知道你看不惯我娘，我允许你多回府看看爹，过几日有人会送给你几箱珠宝，那不是荣誉的，都是我的，你收着，别装高风亮节，我不想欠你什么。我默然合上书信。后来的岁月总是平静了多了，没有吵吵闹闹声，也没有争执不休事。一晃过去好多年，侯爷和夫人已经很老了，岁月总能抚平许多伤痛，侯爷和夫人也早已从悲伤中走出。只是自从徐颖死后，他们再也不从荣府前走过，但凡远远的看见了，宁可绕道远路走。侯爷说怕见了伤心，夫人对我的怨气似乎在徐颖死后淡了不少。那段时日，她曾有些许的呆痴，看起来憔悴不堪。从那会儿之后，但凡我去侯府探望时，侯爷每一回都要问我林风却待你好不好，好像生怕我也会像徐颖那样一声不吭突然离去。夫人则是坐得远远的看着我，总有些神思恍惚。时间流水般流淌而过，等我再次照镜时，才发觉墨发中多了几根银丝。我走到院子时，看见林风却趴在桃花树下的石桌上。这些年来，他步步高升，最高的时候也做过丞相，从头到尾他都不曾惹过风流事。我走过去摇了摇他，他没动。我的呼吸微微一滞，心口倏然像被攥紧，声音有些发颤。风雀，脑中空白的一瞬间，他倏然睁眼，笑着抓住我的手心。阿蝶，
你紧张我了？我气得只想拿书打他。也不瞅瞅多大岁数了，还这么幼稚！他抓着我的手越来越紧，我不得不和他对视。他的眼睛里幽幽的光要将人吸进去。阿爹，别再那样辛苦攒钱了。我的目光凝滞住，原来他都看得明明白白，仿佛比我更相信我的未来。很早很早之前，我就看见自己的未来有很多很多方向，却有很多条都通向堕落和深渊。选择林风雀是希望最渺小而看起来似乎最好的一条。我能笃定不会看错他人的未来，却对我自己总有些怀疑。自从阿娘死后，我已再不信过什么夫妻恩爱共白头的话，所以这些年里，哪怕衣食无忧，我总是想方设法在挣钱，等着哪天林风雀会突然带个女子回来，而我离开时也还能够自己衣食无忧的生活着。我也以为自己能坦然接受某一天他的离世，可你分明担心我了。林风雀攥紧我的手，逼迫我坐下，依旧俊逸深邃的眉眼带着几分不合身份的嘚瑟。你早就喜欢我了，对不对？在他越发逼近到像要亲上来的距离中，我语塞，耳间有些滚烫。就是喜欢，一定喜欢，全天下没有比我更让你喜欢的人了。长睫毛似乎都要扫到我脸上了，我结结巴巴，没有更喜欢的了。